Hello， 大家好。從來冇諗過，我人生第一次去東北，竟然會揀喺11月初。好多人問我呢個時間去哈爾濱，冰雪大世界又未開，松花江又未結冰，去睇咩啊？其實我哋係想嚟一場反向旅遊，趁住旺季未到，唔使同人逼，慢慢感受呢一座東方莫斯科。今次我哋仲會由哈爾濱玩到去長白山，5日4夜，由零上10度玩到零下10度。出發之前記得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， 同埋俾個 like 呢條片。我哋即刻由深圳出發，喺香港去哈爾濱，直航機通常一個禮拜得1班，而且星期4先有。我哋要返工㗎嘛，唯有星期2收工，即刻衝去深圳灣過關，去寶安機場附近住1晚。你睇下呢間房200幾蚊人民幣，乾淨企理，仲大過我香港個客廳，抵到爛。最搞笑係叫美團，我沖完涼出嚟，發現門口多咗份炸雞，睇返張單，原來係送錯咗，寫住人哋個名，但係個外賣員已經走咗，唯有喺度多謝呢位無名氏朋友，請我食咗餐驚喜宵夜。溫馨提示：用回鄉證行自助電子登機，有時會認唔到。我哋今次就係咁，最後要排返人工櫃位，大家記住預多啲時間。南方航空個飛機餐就係好標準嘅飛機餐味道啦。一落機，哈爾濱機場好貼心，出閘位置有好多更衣室，因為南方過嚟仲係着緊薄衫，入邊已經係另一個世界。大家一定要喺度先武裝好自己。我哋一行人叫咗2部細車去酒店，因為7人車喺呢度反而貴啲。放低行李先，今晚瞓嘅雙床房人民幣價格大約270蚊。入到市區，第一餐梗係要去試正宗東北菜。我哋自問都算大食，叫咗個3到4人餐。一上菜，我哋全場靜咗。呢度嘅份量簡直係我哋之前喺北京食嘅1.5倍。個盤大過我個頭，尤其係個鍋包肉，酸甜度啱啱好，脆到咔咔聲。但最後我哋都係食唔晒。東北人嘅熱情真係由胃開始，食飽飽行去松花江睇日落。原來松花江係東北嘅母親河，源頭竟然係長白山天池，流經吉林、黑龍江。11月嘅江水未結冰，但嗰種波光粼粼，配合埋成群海鷗，真係好治癒。呢個就係當地嘅黃金水道，夏天行船，冬天玩冰。江裏仲有3花5螺呢啲名貴淡水魚，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搵嚟試下。夜晚一定要行上松花江公路大橋，大橋嘅燈光影喺水面，氣勢恢宏。風好大，好凍，但嗰種視野嘅開闊感係香港睇唔到嘅宏偉。講到哈爾濱，一定會去聖索菲亞教堂。呢度原先係沙俄嘅隨軍教堂，雖然2025年4月開始內部裝修，但外觀依然係4A 級嘅震撼。現場超級多俄羅斯公主喺度旅拍，小姐姐們着到好華麗，凍到鼻哥窿都紅埋都要影。如果你冇買旅拍，想揾個正宗位置打卡，真係要啲耐性。教堂隔離有間服裝店，如果你發現帶唔夠衫，喺度買仲平過淘寶，質地都唔錯。行返去中央大街，兩邊全部係俄羅斯法式建築，好有異國風情。
最後我哋買咗個煙裝麵包、雪糕，4個人分都食唔晒。哇！哇！黐線㗎！我哋見到報警車，車牌寫住黑警。我哋香港人見到真係呆咗1秒，然後笑咗，原來係黑龍江警察嘅宿舍。哈爾濱第一日就係喺好大、好飽、好凍之中度過。Day 2出發去長白山，喺高鐵發生咗個小插曲。我哋買咗1等座，諗住舒服啲，點知上錯咗8號車廂，應該係1號。票務員睇完飛之後，好豪爽咁話：哎呀，冇事，你哋就坐呢度吧。結果成個8號車廂得我哋4個人，1等座價錢，私人包廂享受，哈哈。窗外風景由哈爾濱嘅歐陸感慢慢變成無盡嘅農田同樹林。到咗長白山站，酒店司機已經等緊我哋。呢度有個小撇步，呢啲司機通常同景點有合作，揾佢哋買飛，有時仲平過你 walk in。2斤半的雞，1斤豬排。到酒店後簡單行個圈，哇！呢間冇煙味呢一間雙床房1晚200蚊人民幣左右。我哋住喺2道八河鎮，呢度係長白山腳下最方便嘅落腳點。嚟到長白山點可以唔食鐵鍋燉？其實鐵鍋燉同我哋平時食嘅火鍋有啲似，但係佢更有一種粗獷嘅風味。當地人話大鍋燉萬物，你可以揀燉排骨、燉雞或者燉魚，加上大量嘅土豆、豆角、粉條一齊炆。但鐵鍋邊仲要貼一圈玉米餅。餅底索晒啲肉汁，外脆內軟，真係飽到上心口。真係好吹酒喎！老闆娘太熱情，又推介我哋食多次鍋包肉。雖然尋日先食完，但盛情難卻，又係一盤巨大嘅美食。我哋仲加點咗最出名嘅東北水餃。食飽飽之後，我哋就叫車去咗當地人最愛嘅集市——北區惠民集貿市場。今日我哋真係撞正大運，因為咁啱遇到呢度最出名嘅山貨大集。喺東北行大集係一種文化，而2道八河呢個集市唔係每日都有咁大場面㗎。佢係跟日子開嘅，每個月逢5號、10號、15號、20號、25號同30號先會舉辦呢一種大規模嘅山貨集會。簡單嚟講，即係每5日一場，一個月只有6次機會。我哋11月5號嚟到，真係啱啱好撞到正。如果你哋想嚟感受呢種地道嘅東北氣氛，記得出發前一定要對好日子。入到去，你真係會被嗰種原始又熱鬧嘅氣氛震撼到。呢度唔係嗰種遊客超市，而係長白山村民將自己入山採返嚟嘅秘密收穫拎出嚟賣嘅地方。好多嘢真係見都未見過。我表妹平時最鍾意研究中藥補身，佢喺呢度直情好似入咗寶庫咁。
停留咗喺啲人參攤位好耐，話要幫屋企人揀返啲靚貨。夜晚我哋去咗恩都里同雲頂天宮，初初以為呢啲人做旅遊區，淡季一定靜英英啦。點知行到門口睇到張節目單，哇，不得了！由下晝5點半開始，天池仙女巡遊、快樂小丑、薩滿祈福，一路到夜晚9點嘅火舞晚風，排到密密麻麻，簡直係個不夜城。入到去真係冇乜遊客，感覺好似我哋幾個包咗場咁。但係抵讚嘅係，啲表演者完全冇因為人少而隨便做。見到佢哋咁賣力演出，我哋做觀眾嘅都忍唔住拍爛手掌。最驚喜係咩啊？係6點58分準時開始嘅煙花盛典。雖然唔係維港嗰種大製作，但你試諗下，喺長白山腳下，周圍靜到得返風聲，突然間嘣一聲，煙花喺你頭頂爆開，嗰一刻成個世界好似得返我哋幾個人咁，嗰種浪漫同感動真係無法形容，簡直係今晚嘅 highlight。行出恩都里，過條馬路就係下一條街雲頂天宮，呢邊就真係完美演繹咗咩叫淡季啦。成條街靜到呢，好多檔攤索性都冇開，係路上見到有直播主好投入咁對住部電話講嘢帶貨，完全進入咗無人之境。呢種線上好熱鬧，線下好冷清嘅強烈對比，可能就係而家旅遊區嘅新常態，都算係一種獨特嘅觀察體驗。呢度最特別嘅係，你會發現二道白河鎮充滿咗朝鮮族風情，街上面所有招牌，無論係鋪頭定係餐廳，甚至連銀行招牌，下面全部都有一行韓文。行喺街上面，真係會有一種以為自己去咗韓國邊境小鎮嘅幻覺。下一集我哋會正式向長白山頂進發，但係出發前，當地人同我哋講咗句好圓嘅嘢：天池唔係你想睇就有得睇，一切都要睇緣分。原來長白山嘅天氣話變就變，只要前一晚落過一場雨或者雪，又或者山上濕度太高，令到路面結冰，景區就會隨時因為安全理由封閉成個北坡或者西坡。再加上數據話，平均每年只有大約1/3嘅日子可以清清楚楚見到天池全貌。我哋千里迢迢由南方飛過嚟，到底會係感動到流淚，定係要帶住遺憾而回？下一集帶大家挑戰長白山海拔2690米嘅極致風景，千祈唔好錯過，記得 subscribe 埋我哋下一集見，拜拜。